小小宫女登临皇后宝座，滋味如何呀？还不是公公一路扶持，才让奴婢当上皇后。奴婢可要深谢公公大恩呢。陛下昨夜也是和奴才一样，这么牵着娘娘的手吗？这么多年了，醋劲儿还是这么大。你忘了当年我们的约定吗？若奴才并非残缺之身，定会与陛下一争高下，光明正大迎娶娘娘。可惜你我只能是对视。哎呀，皇后娘娘居然与太监对视私通呢！来人，将魏从谏押入慎刑司拷问，若证据确凿，上。是。只要你承认此事是皇后逼迫，你就依然是封宫的都尉司督公。我不过是一人之秽乱，失漏则从死，这跟皇后娘娘有何干？不要！愿皇后娘娘富贵无双，一生顺遂，你的人生再也没有污点。不要！放开我！即便是当上了皇后，即便是手握权力，可还是逃不过皇帝的猜忌。魏从谏，你为我筹谋了一生，爱了我一生，甘愿为我赴死。如果能重来一世，我只要你活着，和你白头偕老。换我来守护你。皇后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，赐死。这是信者库，我重生了。你怎么还不起床？今日内务府来了一批新的太监，听说其中有一个比督公还要俊秀呢。姐姐，今日是何年月？戊戌年3月初3啊。戊戌年3月初3，魏从接自宫为婚的前一天。后位、宠爱、权力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魏从接活着，和他白头偕老。只要赶在魏从诫进晋升房自宫之前勾掉他的名字，就可以避免后来的一切。魏从诫就是明日进宫没错，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他的名字呢？3月初3，就是他。你夜闯晋升房，意欲何为？本宫，奴婢侍奉曹公公之命，核实明日入宫太监名录。曹公公是魏从诫之前的都尉司督公，这么说肯定能蒙混过关。你是曹公公的人？对，还不赶紧把我放了，别误了曹公公的事。曹狗已被当今督公诛灭，督公吩咐曹狗余孽，格杀勿论。什么？曹公公死了？那现在的督公是谁？你没机会知道了。拜见督公。魏从诫，魏从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督公？禀千岁，此人自称曹狗余孽，放开他。千岁。
都尉司的规矩，不要再让我说第2遍。今夜之事，谁若传出去，我要谁的命？是。包括你。怎么这一世魏从前不仅提前进宫，还性情大变，竟然如此狠辣怪力？收拾了。是。你是魏从前魏千岁，你什么时候入的宫？你已经自宫了。私闯进身房，还打探本都私隐，凭这2条，本都便可送你去见阎王。魏从前为什么又自宫为患了？难道重活一世，还是一样的结局吗？你不是太监。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？难道被我说中了？我乃都尉司都公，杀你一婢子，轻而易举。千岁，千岁息怒，这丫头不懂规矩，奴婢带她回去好生教训。你这贱婢，竟敢对魏千岁不敬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，你还不快走！看来得先确认他是否为真太监。给魏千岁量衣料尺寸，可是个好差事，还是姐姐去吧。妹妹美若天仙，若被魏千岁瞧上，结为对食，可是天大的喜事。这魏千岁性格乖戾，喜怒无常，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我要。又是你。奴婢奉嬷嬷之命，特来给魏千岁量身量尺寸，以裁制下衣。尺子呢？奴婢的手就是尺。这么有趣。若你量错半分，我定会将你逐出宫廷。啊不，是人头落地。全凭公公处置。魏从前，你浑身上下哪一处我没见过？我倒要看看，你是不是真太监。苏心，你越界了。公公怎知奴婢贱名？奴婢何时在公公这儿提起奴婢贱名？本都能记得名字。公公别乱动，不然尺寸会有偏差。不如奴婢来为公公宽衣，这样测量会更加精准。不顾男女大防，你还真是大胆。你身为太监，何来男女大防之说？巧公公这般心虚，难道当真是男人？量完了吗？上衣量完了，只是这下身……你对本都这般好奇，是想与本都对食？公公不是太监，何来对食一说？你可知秽乱宫闱的下场？我不过是一人之秽乱，失漏则从死，这和皇后娘娘何干？我不过是一人之秽乱，失路则从死，一切跟都公何干？这是我上一世保护娘娘赴死时说的话，她怎么会？回禀都公，贤妃娘娘那边已经准备好了。贤妃，上一世折辱了我5年。贱婢！贱婢，这就是你勾引皇上的下场。哼！你就是那个勾引皇上的？公公面前，奴婢不过是和皇上说了几句话而已。贤妃娘娘就……这么美的一张脸，就这么淹没在了贤妃宫里。不过，我可以让你在皇上面前露个脸。若你有本事成为宠妃，我助你登上皇后之位，
若你没本事，那就与我对视。你敢不敢躲？求公公疼我，让我赌一次。难道这一世未从谏，是因为贤妃才成为多宫的？如今时间线有变，不能再贸然行事，得先让魏从谏变成自己人。这是魏从谏回五房的必经之路。只要能如上一世一样，我扮成受伤的样子，让魏从谏怜悯，与他达成合作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什么情况？流程还没走完呢。被欺负了，被打了。求公公疼。卓林，我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在此处衣衫不整，成何体统？参见贤妃娘娘。原来是魏千岁，魏千岁好雅兴，在此处与宫女赏雪。娘娘说笑，本都奉皇上之命巡夜，遇上新者库的婢子不懂事，正要处罚。抬起头来，给本宫瞧瞧。哼，本宫竟不知宫内竟还有如此美人，留在新者库岂不屈才了？不如来我宫里伺候。娘娘，这婢子屡犯宫规，本都要将她逐出宫。奴婢愿跟随娘娘。还是无法原谅。知道本宫为何非要将她带回宫吗？不许皇上见到她。若有人问，便说本宫可怜她在新者库劳作辛苦。娘娘品行高洁，不争不抢，宫中谁人不感念您的恩德？这简婢，您放心交给奴婢便是。贤妃，上一世你欺凌折辱我5年之久，这一世你自己送上门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谁？站住！贱婢！你不好好干活，鬼鬼祟祟干什么？本宫前脚收你，后脚就丢了一根金钗。小贱人，偷东西都偷到本宫头上。娘娘不容奴婢申辩，便给奴婢扣上贼人的帽子。若真的是奴婢偷了娘娘的金钗，想必金钗必然还在奴婢的身上。奴婢愿意被娘娘搜身，以证清白。娘娘，这贱婢伶牙俐齿，不就是仗着她的美貌吗？不如划划她的脸，看她怎么勾引皇上。那还等什么？今日你若敢伤我半分，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上！魏从谏，你竟敢在本宫宫中行凶，你疯了吗？本都收到线报，贤妃宫中有神秘男子闯入，特来调查。公公要为奴婢做主，奴婢刚刚亲眼看到娘娘的贴身嬷嬷开了宫门，似是放了什么人进来，没成想被我看到，娘娘竟然要杀了奴婢。难不成品行高洁的贤妃娘娘意欲与人私通？魏从谏，你敢诬陷本宫？姿势体大，只好请皇上。慢着，魏千岁深夜来此，到底要做什么？要他。公公，方才在院子里的黑衣人是你吧？你费尽心机设计贤妃，究竟何意呀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一连2次救奴婢于水火之中，难不成
公公对奴婢动心了。探监房里怎会燃暖情香？您用得上吗？苏心，这么急不可耐吗？你怎么不反抗了？是因为暖情香发作了吗？或者可以让奴婢把这把火烧得更烈一些？赤色鸳鸯，这是你最喜欢的款式。看来奴婢这些药比暖情香的效果强多了。千岁到底是宦官还是真男人，怕是要见分晓了。我是否为患，与你无关。我从地狱里面爬出来，都是为了你。怎么感觉有硬物？看来魏千岁全身上下并非只有嘴硬啊，你果然是假太监。本都的身份，我说了算。刚刚的触感原来是匕首。勾引。哼，竟敢在宫中大行秽乱之事，即刻关押，等候皇上处置。是，我看谁敢！苏心，你是学了多少狐媚手段，连太监的床都要爬？娘娘自诩清高，却满嘴狐媚爬床，您的高洁品性，难不成都是装的？本宫虽动不了都尉司，但你，本宫一定会秉公处置。看来也不必关押了，即刻绞杀！都尉司查证，贤妃私通侍卫，淫乱宫闱。来人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贤妃密会侍卫，意欲与侍卫私通。这枚金钗，就是贤妃与奸夫的信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这分明是他们联合起来诬陷于我。皇上明鉴，督公明鉴，贤妃娘娘几次勾引卑职未果，便威胁卑职，卑职不肯从，她就会杀了卑职啊！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这分明就是陷害，臣妾亲眼目睹那贱婢与魏从谏私通，臣妾是来捉奸的。你们看，那暖情香就是物证。这暖情香是奴才找到的证据。贤妃娘娘，本都是太监，难道他真是太监？对我又有何用？贤妃，魏公公身虽残缺，但有男儿之志，且忠心耿耿。你屡次侮辱栽赃，已是死罪。人物证俱全，打入冷宫赐死。看来这一切都是公公的安排啊！知道怎么作乱。明白。不知道公公今夜运筹帷幄，究竟是为了铲除贤妃，还是为了奴婢啊？苏心，我劝你不要再自作多情，还不快滚！不对，他如果真的是太监，暖情香又怎么会对他生效呢？那日多亏公公主持公道，否则奴婢就要被贤妃娘娘冤死了。奴婢想来为公公沐浴，以作报答。放闲杂人等进来，我看五房侍卫是不是活腻了？公公火气这么旺盛，奴婢来给公公降降火，可好？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奴婢为您宽衣，这下看你往哪儿逃。
魏从谏，这下我看你的狐狸尾巴往哪儿藏。苏仙。千岁，可以动身了。如若再有下次，本督绝不轻饶。查验他是否已经晋升的机会又错失了，只剩下最后一招了。按照宫规，太监晋升后都会将残缺放在晋升房中，只要找到魏从诫的罐子，便可以确定他的身份了。魏从诫，这一世真的是太极。为什么重来一世，我还是没能阻止你变成太极？哪怕你魏从诫还是残缺之身，我苏醒也依然认定你了。魏从诫。如果我这就怕了，那我便不配做你的夫人。我是太监，是残缺之人。那又何妨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早已认定你是我的夫君。这是周丞相安插在皇上身边的暗桩，对吗？知道的太多，是活不长的。我还知道，你入宫是为了给魏家复仇，周丞相是你的杀父仇人。你好像知道我很多事。如果我说上一世我们就在一起，你信吗？娘娘，奴才进宫就是为了找周丞相复仇，但您与丞相之女周如韵情同姐妹，奴才不愿您难做，奴才愿放弃复仇。这次换我来疼你。不知所谓。我们可以试试。现在开始，我助你复仇，你与我对视。不必。魏从诫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不讨厌，但我对你讲的荒谬故事不感兴趣。你不要命了？若被人看见，我烂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一次，你的根没了，但是你的人，我要定了。他为何要如此对我？周如玉，上一世你害了我和魏从诫，令我们不得善终。那这一世，我便用你的命来当做我嫁入魏家的嫁妆。你们手脚都给我麻利点，若是耽误了贵妃娘娘的事儿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皇上信任周家，防止上一世的悲惨重来，必须先接近周如玉，取得周如玉的信任，才能将她诱导，铲除周家势力。上一世，周如玉一袭华丽的凤舞9天宫装，在宫宴上大放异彩，深得皇上喜爱。这套宫装，就是我进入周如韵宫中的敲门砖。
手中何物？女儿家的私事，公公也要管。宫中无私事。这是奴婢亲手为周如韵做的华服，我亲自送过去，有问题吗？事关贵妃娘娘的安危，我要检查。检查吧。要不要我告诉贵妃娘娘，你手中的华服里有银针？你这是在当面栽赃我！是。你故意害我，就是为断我接近周如韵的路。是。为什么？你可知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？我不知道，也不需要。公公这么做，是在担心奴婢接近周如韵会有危险，在担心奴婢的安危吧？哼，少自作多情。宫女苏心谋害贵妃，即刻逐出宫廷。魏从诫，你混蛋！本都今天就让你知道自作聪明的下场。看来魏从诫是铁了心要将我送出宫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可他如今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还有谁能压制他？皇上，都尉司不会搜到养心殿吧？不管了，先见巩皇帝。上一世皇上喜欢我唱昆曲，看来只能赌一把了。奴家我一条身走空家，怎知那时节他忙摘花。奴婢见过皇上。勾引本都不成，便想着来勾引皇上，还不是被你逼的。青天白日，竟然敢在宫中唱淫词艳曲，本都更是留不得你了。是谁在养心殿外唱曲儿？回禀皇上，是奴婢。回禀皇上，这婢子惊扰了皇上，奴才这就处置。还想接近皇上，做梦！那就打发了吧。奴家我一条身。什么声？皇上，奴婢知道你喜欢昆曲，奴婢只是想博皇上一笑罢了。皇上，这婢子性格乖张，居心叵测。让开！皇上，朕让你让开！今晚便来养心殿唱给朕听。卫青，封此女子为官女子，今夜侍寝。奴婢苏心，多谢皇上恩典。魏从诫，我本不愿接近皇上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我只好顺水推舟，借皇上帮你复仇了。苏心，绝对不会让你成功实现。侍寝的规矩，要朕教你吗？皇上息怒，奴婢是想和皇上玩个游戏。花样还挺多，看朕抓到你之后怎么惩罚你。来吧。皇上，上一世你疑心我半生，最终赐了我一杯毒酒，这一世我要先发制人了。来吧，皇上，快来抓奴婢呀！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皇上。来呀，皇上。不行，朕要休息一会儿。这才3分钟不到啊！这下，朕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呀，皇上别！得了吧，您皇上，跑2圈就喘成这样，就你这身子，
还侍寝，你行吗你？你说什么？你看看你虚的，还想让嫔妃侍寝，您可别开玩笑了。您都登基多少年了？这满宫嫔妃有一个怀孕的吗？您还是找找自己的原因，好好补身子吧。这起来您都费劲儿，您还是放过奴婢吧。奴婢可不想守活寡。这一定要杀了你！皇上，您看您这剑您都拿不稳，奴婢还是建议您拿一个软鞭吧，软鞭配软人，天生一对啊！来人，先以下犯上，赐死！皇上息怒，奴才这就斩了他。哎，皇上饶命，奴婢所为都是为了皇上的龙体啊！苏欣以下犯上，谋害皇上，先暂且关押起来，明日问斩。慢着，公公敢不敢与我打个赌？若我能让皇上的龙体安康，你便让我留在宫中侍奉皇上；如若不然，我全凭公公处置。求皇上为我们作证。小主先别说话，皇上貌似对你过敏。本都没空跟你打赌。你把皇上陷害成这样，还想留在宫中？做梦！绝对不可能给你接近皇上的机会。皇上大喜，皇上大喜呀！皇上胸腔内多年淤积的淤血被苏小主气出来了。狗皇帝，严格意义来说，您可是我的前夫，对付您，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给朕滚！皇上，您现在骂人都中气十足，比刚刚好了不少。皇上，这的确是苏小主的功劳，或许您可以将苏小主留在身边，让她多气气您，这样有助于龙体康复啊。奴婢日后一定随侍皇上左右，多气气皇上，好让皇上速速痊愈。皇上，切莫被这女子给蒙蔽，留在身边，必然会后患无穷。魏千岁难道不愿皇上的龙体早日康复吗？好了，苏欣实际有功，请为皇上，奴婢并非攀龙附凤之人，奴婢只想在皇上的身边当个宫女，只想让您身体健康，奴婢便心满意足了。这辈子，您就老老实实给我当个除掉周家妇女的工具人。夫君嘛，我另有人选。还真是与众不同。朕准了。请皇上收回成命，这丫头心思古怪，离经叛道，不宜在御前继续侍奉。苏欣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就这么讨厌她？你没完了！她并没有得罪朕，只是此女是忠是奸尚未可知。如果皇上执意要留在身边，那奴才有一事相求，奴才希望亲自整日整夜的为皇上戍守养心殿，以护皇上周全。卫青还真是个犟驴啊！朕念你忠心耿耿，你的武艺，朕也信得过。天色已晚，你们都归安吧。是。公公戍守养心殿，究竟是为了保护皇上，还是担心我有没有事情呢？公公这么担心，居然带人夜闯养心殿，没看出来，公公居然这么闲呢。自作多情。公公心跳得这么快，该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？明日我便伺候皇上，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我们来日方长。皇上，舒服吗？这看来还是不够啊！你轻点！皇上，您是天子，您应该怒不可遏，快找人把奴婢杀了呀！你真当朕不敢吗？病还治吗？
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奴婢告退。等等，朕还觉得不够分，要不今晚也继续吧。苏心人呢？回禀皇上，苏心病了，今夜告假。不得了，你罹患风寒偏瘫，半身不遂，右腿上长了腹股疽，左手上又出了痘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你怎么不说我是个行将就木的活死人啊？你现在就是个活死人，不宜侍奉皇上。我从妾吩咐你们这么干的。这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喜欢捆着，给你捆个够。公公吃醋啦？少耍花招，等皇上的新鲜劲儿一过，把你忘了，本都会亲自把你送出宫。公公怎么知道皇上不会对奴婢日思夜想呢？都已经1天3个时辰02刻了，苏心的病怎么还没好？皇上，您就这么在乎这个婢子吗？卫青，你这态度，朕从未见过如此嚣张跋扈，把自己凌驾于朕之上的女人。这个滋味啊！你不懂，真的太可惜了。那皇上喜欢她吗？朕怎么可能喜欢如此无礼又傲慢的女人？不行，朕还是放心不下。白驾，朕要去见她。皇上，苏心她得的是麻风病，这病是会传染的。那我更要去看看了。皇上，微臣有要事启奏，恳请皇上移驾御书房。皇上，政务要紧，这丫头就交给奴才吧。好。魏从诫，这是魏从诫为何处处为难我？好，为了给相公铺路，那我就先对周家下手，再搭救这小子。周如韵，不知道你看到皇上亲手为我画的像，会是什么反应呢？魏从诫，看来本都必须把你关入诏狱，你才会彻底的安分。魏从诫，你为何3番2次的阻拦我的计划？你魅惑皇上，戕害贵妃，本都掌管都尉司，自然是要为皇上解难。那你现在就押我去见皇上，告诉他这一切，我接近他，借他之手铲除周家，你敢去吗？你怕了？本都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怕我会成为皇上的嫔妃，你怕我会被周如云给害死。真是可笑，苏心，你别忘了，本都是太监，绝不可能对女子动情，尤其是你这种性格乖张的。本宫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狐妹子，才能骗得皇上团团转。若不是今日有人传信，本宫还被蒙在鼓里。皇上居然亲自给这个贱人作画，是你把他们招来的。给我翻仔细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狐妹子长什么样子。是。娘娘，找到了。好啊，就是他。皇上居然亲自给这个贱人作画。娘娘，既然弄清楚这贱人在皇上心中的分量，咱们也好提前打算。走。是。不行，你必须走，他要对你动手了。那太好，我就怕他不动手。好妹妹，
听说你亲手给我做了件华服，可惜被那不识女工的魏千岁给拦了去。可你这份真心啊，我是真的感动。若你不嫌弃，我们成为好姐妹可好？周如韵，重来一世，你以为我还会被你所谓的姐妹情蒙蔽吗？如果妹妹嫌弃呢？妹妹的意思是，姐姐不配。奴婢可担不起娘娘这一声妹妹，况且娘娘也不配做奴婢的姐姐。3年前，纯贵人与您交好，结果莫名其妙的失心疯了。1年前，珍嫔与您情同姐妹，后来意外落水淹死。奴婢惜命，可不敢与您做姐妹。你放肆！你竟敢污蔑本宫！奴婢不敢，请娘娘离开，别脏了奴婢这清净地。你大胆！我还有更大胆。你这个贱人！你下犯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入慎刑司！什么？他居然这么作死！本宫自出生以来就没受过这样的屈辱。你以为你得了皇上的宠爱，就敢骑在本宫的头上了？你终于露出本来面目，本宫今日就让你知道，得罪本宫是什么下场。听说你得了麻风病，本宫今日就大发慈悲，亲自为你诊治。周如韵，周家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，你就不怕皇上怪罪吗？本宫父亲乃当朝丞相，手握朝政大权，就算是皇上，也要听本宫父亲。朕要听谁的？你算计本宫！皇上救救奴婢！贵妃娘娘要杀了奴婢，还说你忌惮周家的势力，是周家的赘婿，就算打死奴婢，你也不会追究的。皇上，是那贱婢污蔑臣妾，臣妾是冤枉的呀！朕不是聋子，方才你的犯上之语，朕听得可是清清楚楚。是他羞辱臣妾在先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朕也不是瞎子。传朕旨意，贵妃周如韵苛责宫人，降为嫔。周丞相教导罗善，禁足思过。是。这不合规矩吧？朕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，谁才是朕最喜欢的人。怎么有种被捉奸的错觉？这是水桶里。宫门只有此时开启，这是唯一送他出宫的机会。再见，陆琪，你多珍重。皇上有旨，即刻封宫人苏欣为妃。出宫！出宫！什么？出宫？等等，魏千岁，苏妃娘娘失踪，唯有此处没有搜查，还请千岁行个方便。耽误了皇上饮用山泉水，你担待不起。若是苏妃娘娘丢了，奴才更担待不起，得罪了魏千岁。走。公公莫怪，奴婢不过是和皇上打了个赌，赌皇上能不能找到我。劳烦公公这般行密，奴婢给您赔罪。哎呀，
娘娘这声奴婢，奴才可担待不起啊。凤妃大典在即，奴才祝愿娘娘和皇上恩爱长久。奴才先行告退了，走。魏千岁，这条路你走不通。封妃一事，又是你的计划吧？求皇上垂怜，赐奴婢一个名分，否则奴婢定会被运嫔娘娘折磨死的。明日天亮，朕便会昭告天下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朕的苏妃。我不这么做，公公还能让我留在宫中吗？那你喜欢皇上吗？原来公公这么在乎我究竟喜欢谁呀？你想多了。公公不必白费功夫了，只要我想，我就会有无数办法留在宫中。本都拭目以待，看你如何玩火自焚。这不是还有公公为我收拾烂摊子吗？青天白日这般不检点，我看下一个被传私通的人就是你。上一世在凤位上都不检点过，区区公道有何畏惧？明明公公这么关心我，当真不打算与我合作吗？本都对你没兴趣。哎呀，我这要是不小心给运嫔下了毒，又或是一不小心勾引一下运嫔兄长或是周丞相，你敢？上次对付运嫔，我是如何激怒运嫔进入慎刑司，公公可是一清二楚。你说我敢不敢再次以身入群？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封妃大典时为我上妆。吉时到，请苏妃娘娘前往凤仙殿参加封妃大。大胆，竟敢在宫中行刺！给朕查！是，奴才遵旨。苏妃如何？苏妃娘娘本就身子孱弱，又受了这等惊吓，今日的封妃大典，怕是无法参加了。朕去瞧瞧她。皇上，御医说娘娘需要静养，不如等奴才查清这些刺客的来历，皇上再去也不迟。此事便交给你去吧，务必要从他们口中挖出真相。是。咱们被魏从剑和那贱人算计了，哥哥怎么这般糊涂？我还不是听说那婢子威胁了你的地位，这才对他动手。太小瞧那贱人了，才短短几日，便勾搭上了都尉司的魏从剑，又哄得皇上团团转。下次没有本宫的授意，哥哥切莫轻举妄动了。吵什么吵？一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愚蠢的儿女？父亲，如今哥哥的人已经被押进了都尉司，那里就是连死人都挖得出话来。哥哥他……爹，您救救儿子！晴儿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有事。为亲之计，只有推出吏部尚书顶罪，才能保全我们周家。可如此一来，周家便少了一大助力啊！所幸魏从剑，本宫绝不会放过你们。虽然没有伤到周家根基，但没了吏部，周家也算元气大伤。公公，合作愉快。娘娘，皇上传来口谕，皇上今晚来延禧宫，请娘娘做好准备。怎么，不敢看了？你若是对我无意，就大大方方的看着我。奴才不敢僭越。
是不敢借阅，还是你问心有愧？你自己心里知道，好好的督工不做，自降身份来这儿做长侍太监。这是皇上的旨意，皇上要奴才入住延禧宫，保护苏妃娘娘的安全。究竟是皇上的旨意，还是公公怕我与皇上亲热？娘娘多心了，这的确是皇上的旨意。难道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啊？保护娘娘是奴才的职责。你不是我的奴才，你是……皇上驾到！爱妃真是清水出芙蓉，越发的惹人怜爱。皇上，臣妾想您了。你这是？皇上，臣妾今日突逢惊吓，病情加重，皇上还是等到臣妾病好了再来吧。那你要朕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臣妾彻底痊愈，也等到皇上养好身子，能大显龙威的那一日呀。好吧，那爱妃，你先好好养病。我说你今天怎么这般献殷勤？原来是在我的衣物里动了手脚。只需3天，药到病除。刚才还一副奴才相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不留下来亲手为我上药吗？没兴趣。娘娘早睡，奴才告退。要不是你屡屡送我出宫，我又何必兵险险诈成为皇上的妃子？要不是为了嫁给你，我又何苦把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？若你我重蹈覆辙，再次踏入死局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说话未从见，你就是个混蛋！你……对，我就是在乎我不想你事情，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？未从见。等等，你怕了吗？我从来就没有怕过，但是我想以清白之身，堂堂正正的嫁给你，我却不能再让你为我背上宠妃宦官对时的骂名，而且，我想让你活着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苏妃娘娘和魏千岁之间好像有些暧昧呢。他俩该不会偷偷结成对食了吧？我之前是苏妃娘娘在新者库的同僚，那时候苏妃娘娘一直在打探魏千岁的消息，他二人必有勾结。大胆！竟敢在背后嚼主子舌根！去慎刑司给我领20杖。是。听闻云嫔姐姐今日仗义直言，维护了本宫名声。妹妹，之前都是姐姐不好，还望妹妹莫要怪罪。好了，云嫔有话直说吧，别演了。妹妹这是哪里话？姐姐是真心想跟你道歉。拿上来。这块暖月是异域贡品，触手升温，自带奇香，有滋养身体之效。来给妹妹补补身体。多谢姐姐，我给你戴上。这暖玉若遇檀香，便会有催情之效。如果让皇上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宠妃与太监，
哟，这魏千岁可真是关心苏妃呢。若非千岁是太监，我还真以为倾慕苏妃妹妹呢。好了，你去门口守着。是。这本宫供奉的灯油怎么灭了？大概是姐姐坏事做多了，连列祖列宗都看不下去了。妹妹开玩笑呢，姐姐别多心。我瞧着是灯芯用完了，不如我去为姐姐取新的灯芯，也好让祖宗们保佑我们姐妹。那就劳烦妹妹了。苏妃娘娘在偏殿里突然晕厥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思思，开门！娘娘，成了。启禀皇上，臣妾要告发苏妃与魏从谏对食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啊！说什么？宫中最近疯传苏妃和魏千岁私通对食，居然是真的。如今这魏千岁是延禧宫总管，恐怕二人早就在延禧宫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闭嘴！云嫔，你有何证据？臣妾宫里的宫女亲眼所见，他们二人现下就在偏殿中暗通款曲，在皇家重地行秽乱之事啊！你来说。回皇上，确实奴婢亲眼所见，苏妃娘娘和魏千岁在偏殿的地上，也真是罪过啊！皇上，这声音简直不堪入耳，他们这是在亵渎先祖啊！且一个太监居然觊觎宠妃，不仅秽乱宫闱，更是对皇上的大不敬啊！本宫怎么不知道？魏千岁觊觎本宫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运嫔觉得我们应该在哪儿？难道在那儿吗？哥哥，刘太妃。刘太妃虽几年方20，但也是先帝的嫔妃。没想到丞相之子、贵妃之兄竟然会做出此等丑事。这一世你还想陷害我与魏从谏吗？只不过这次不能让你如愿了。帮我传话到丞相府，3日后运嫔召见兄长，让他来祠堂偏殿共谋大事。我要让周如韵亲手覆灭周家。皇上明察，是这个登徒浪荡子欺骗哀家来给先帝上香，欲对哀家行苟且之事，皇上一定要还哀家一个清白。刘太妃，切莫信口雌黄，本宫哥哥强迫你，你可有证据？启禀皇上，他身上的那块暖玉是您当年赐予丞相府的。此暖玉香气袭人，若遇檀香，能使人身动情热；而祠堂，则是檀香的馥郁之地。此暖玉便是证据。皇上，这块暖玉是我送给苏妃的，皇上明察，是苏妃要陷害周家呀！苏妃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那这么说，运嫔送本宫这块玉，是存了诬陷本宫和魏千岁的心。运嫔，苏妃娘娘到底是哪儿得罪了你？您竟3番5次的陷害她。皇上，运嫔这样陷害臣妾，玷污臣妾的名声，臣妾还不如死了算了。皇上，
孕嫔意欲陷害苏妃娘娘，还请皇上明察，还苏妃娘娘一个清白。嫔，当真如此吗？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并不知情，都是哥哥一人所为，与臣妾与周家无关啊！哥哥，对不住，妹妹只能先保全自己，保全周家。孕嫔禁足，非诏不能出。周家今年的恩赐减半，其余的，苏妃你自己看着办。魏从诫，你这条阉狗！你与这狐狸精勾连，不仅剪去我周家朝堂中的羽翼，还将老子害得如此境地！快给老子放开！死人不配跟我说话。等等，现在你是阉狗。铲除周家后，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，和你成亲。混账！为何不救你兄长？那可是你亲哥哥。父亲这话好没道理，我怎么救？若不是我苦苦哀求皇上，您能进宫探望吗？难道要我赔上周家的一切和我在后宫的所有吗？青儿是我唯一的儿子，这是让我周家绝后啊！父亲放心，我一定亲手杀了这个贱人和这条阉狗，为哥哥报仇。就算他们没有私情，但皇上一旦怀疑他们的死期就不远。你们当真没有私情？有完没完？这几天在后宫嫔妃面前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大胆！你皇上明察，奴才身有残缺，绝不可能觊觎娘娘。如果因奴才是龙凤反目，奴才但求一死。皇上，明明是你求我妻你给你治病的，这惹恼了还真发火。千岁不用死，若皇上不信，就直接把臣妾贬为庶人，逐出宫去就是。爱妃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随便你，狗奴才，还不赶紧滚回延禧宫，少在这里碍皇上的眼！疑心一旦在皇上心底种下，就无法彻底根除。上一世皇上就是因此赐了我一杯鸩酒。延禧宫你不能再留了，赶紧回你的都尉寺，好好做你的都宫。你要赶我走？对，这些花招我哄得了皇上一时，哄不了他一世。苏心，你难道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与皇上？可我想你活着，不走是吧？来人，去告诉皇上，本宫病愈，今夜侍寝。苏心，这是你逼我的。皇上，您昨天晚上好厉害呀，真的好棒。今晚朕还要来延禧宫。苏心，看来你终究选了皇上是吗？苏心，你狐狸尾巴没藏好。魏公公，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昨夜爱妃给朕针灸之后，朕今日果然浑身舒畅。毕竟臣妾也不想把皇上每天气到吐血，这才用了针灸的方式给皇上排放淤血。皇上疑心臣妾至此，
臣妾还一心为了皇上的龙体考虑，臣妾真为自己感到不值。人言可畏啊，朕也要为皇家颜面考虑，对吗？你还是和上一世一样，生性多疑两语，还非要用皇家颜面来当皇子。所以，皇上还是疑心臣妾与魏千岁对视。苏心，朕不是瞎子。那臣妾请旨，将魏千岁调回都尉司。你是为了和他撇清关系，还是想保护他？你一直不让朕碰你，三番五次的逃避事情，是不是因为魏从谏？心虚了？爱妃不是一向都是盛气凌人吗？朕可是皇上，一个太监而已，朕想杀就杀。启禀皇上，玉嫔娘娘有喜了。快，解除玉嫔禁足，封贵妃之位。臣旨意，都尉司现在群龙无首，命魏从诫即刻回来当差。是。按照时间线，皇上现在根本不可能让妃嫔怀孕。周如孕的胎，要么是假孕，要么是借种。娘娘，今晚运贵妃邀您去她宫中喝茶。喝茶？只怕没有这么简单了。此事可要与魏千岁商议。好不容易把魏从谏弄走，不能再让他涉险。不必，你去帮我准备一份礼物，我要亲自去探虚实。是。皇上对我疑心深重，不能再拖了，必须赶紧趁这个机会将周家搞垮，与魏从谏设法离宫。周如玉，我要看看你这龙嗣是真是假。好妹妹，你来了。臣妾见过贵妃娘娘，这是臣妾为贵妃娘娘送的礼物，恭贺娘娘玉玺。那就劳烦妹妹了。来人呐！苏妃谋害龙子！你们糟了，此次出手过于急躁，乱了章法，中计了。苏妃谋害龙嗣，今日就是皇上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贱人，害我周家唯一的儿子，狠心的将他阉割。今日本官让你求生无路，求死无门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置我于死地？今日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会悉数讨回。你不就是靠着你的容貌和一条3寸不烂之舌，哄得皇帝团团转吗？今日本官毁了你的容貌，割了你的舌头，掰开他的嘴！住手！苏妃的舌头，本都保。凭什么以为你能保住她的舌头？你可以试试。苏妃谋害龙嗣，罪无可恕。苏妃如今最大的依仗就是本都，只要没了本都的庇护，便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的威胁。你想干什么？本都今日一时不慎，冲撞了贵妃娘娘和龙嗣，本都甘愿去诏狱领罪。贵妃娘娘满意了吧？你凭什么以为你能替她受罚？奴才奉劝贵妃娘娘一句，适可而止。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魏从谏，诏狱是什么地方？你去不得。为了娘娘，奴才去。丞相交代，让我们好好的关照这位魏千岁，那咱们也只好从命了。你说这太监下面到底长什么样？太监下面长什么样？我也很好奇，我们扒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？滚！嘿嘿嘿嘿！住手！哟，
这苏妃娘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，还来这种阿萨地方。看来魏千岁和苏妃私通的传言是真的。你个阉人，吃的还挺好啊！这就是你冒犯本宫的下场。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只想你平安。你等着，我去求皇上。只要皇上愿意出手相救，臣妾愿为皇上当牛做马。如果真要你成为朕真正的嫔妃呢？苏贤，魏从进那个太监到底哪里好，全能让你做到这个地步？因为我与魏从前从无猜忌，唯有真心。是假将魏从前身上的伤千倍万倍的讨回来。来，等等，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想禀报。何事？孕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，她一早就买通了这个孕妇，只待到孕妇生下孩子后，便杀母留子。这些都是臣妾在她房中找到的假肚子。苏妃，你联合魏从剑谋害我腹中龙嗣不说，现在又想来害我是吗？皇上，臣妾所言句句属实，若臣妾污蔑了孕贵妃，臣妾愿以死谢罪。怎么样，孕贵妃，你敢用性命担保吗？皇上，当真如他所言？皇上，臣妾罪该万死。皇上，住嘴！本朕决议，贵妃周如愿假孕争宠，陷害苏妃。皇上且慢，皇上且慢，皇上恕罪，苏妃娘娘恕罪，老臣教子不善，臣实在是不知儿女犯下此等罪孽，臣愿大义灭亲，还请皇上不要降罪于周家。父亲，你不要女儿了吗？屡屡陷害苏妃娘娘，如今还假孕争宠，你不是我女儿。好，儿女皆可舍弃。我不是人，我只是周家向上爬的工具，是吗？我是工具，工具。皇上，此女失心疯，还请皇上惩处。来人，将贵妃打入冷宫，自生自灭。我说过，你在她身上施加的所有伤害，我要你千百倍的还回。接下来只剩你。你若再敢不与我商量，以身犯险，我就……魏从前，我最后再给你个机会，向我坦白，你究竟隐瞒我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跟皇上究竟交换了什么？为什么他肯出手相救？皇上，我比你想象中的更了解你。若疑心不除，我的下场无非是你遇刺的一斩鸩酒。我的命是魏从妾给，
若无魏从妾，我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死在了贤妃的凌辱下。我愿意用我的命换魏从妾的命。他是个太监，可他爱了我一辈子，信任了我一辈子。无论他是否残缺，无论他高低贵贱、刀山火海，我都愿意为他闯。监狱牌如同剑阵，去吧。臣妾多谢皇上大恩。世间阴差阳错从未停歇，或许是我上辈子欠魏从妾，这条命我要还给他。这一次，我也给了你一条生命。好，魏从妾，这是你逼我的。皇上隐疾已经痊愈了，只要肯救下你，我就侍寝，为他诞育皇嗣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宫中见多识广，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快速怀孕？你是太监，你应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。我想的是一举得男，二举得女，三举龙凤双子。况且皇上现在已经能举了，这你还能忍？来人，去请皇上，就说本宫今晚要为他生孩子。他娘娘不是想生孩子吗？那就先给本都生一个。魏从妾，你不是太监。你现在知道还不晚。魏从妾，骗我，很好玩吗？给皇上侍寝很好玩吗？那还不是被你逼的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何骗你，我不愿你身陷囹圄。更何况，我的身份多一个人知道，就多一份危险。你这算是承认了。打从你第一次遇到我开始，你就已经喜欢上我了。我没说。不然你为什么会如此担心我的安危？你能不能不要嘴硬了？本都身上硬的，不止你。娘娘，皇上宣您去养心殿共用早膳。你是狗吗？看你给我弄的，一会儿怎么办啊？那就让皇上看着。爱妃，你的脖子怎么了？被狗扑了。快过来，让朕瞧一瞧。没事，皇上。魏从诫，当初苏妃为你求情，还留你在身边当产，你就是这么伺候的？奴才罪该万死。魏青，你怎么了？回禀皇上，奴才昨日办差时，也被狗扑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说呢？莫从诫，你能不能消停一点？怎么了？那个有点顶。那我给你放半天假。就半天啊？
禀报千岁，咱们安插在周家的探子来报，姓周的最近恐有大动作，只可惜姓周的严防死守，再谈不到别的了。好，本督亲自去查。是。我从前，你就是个恶狼。这个钗子是女子的式样。魏从简，你若真敢金屋藏娇，我定阉你第2次。这是上一世宫女时期的我，皇后时期，魏从简，你也重生了。原来这一切异常皆有了解释。他提前入宫，屡次相救，千方百计阻我接近皇上。魏从简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，还把我当猴耍。星儿，我回来了。你自己睡吧。夫人，吃点糕点。星儿，来。我不喝。我错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死也得让我当个明白鬼吧。你会喘气儿就是错。你要对我如法炮制皇上那一套？没兴趣。这些是怎么回事？你想把我送到皇后凤位上，想把我拱手让给皇上呀？熟悉吗？上一世，你为了洗清我的罪名，用它刺破了自己的胸膛。你还记得你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愿皇后娘富贵无伤，一生顺遂。你的人生再也没有污点。魏从简，你和我一样重生了，是吗？是。你看着我，拼命确认你是否为太监，生怕你净身自宫，很好玩吗？你看着我，在贤妃面前周旋，在周如玉那争斗，甚至爬上皇上的龙床，很好玩吗？我只愿你一生顺遂。你早就知道我重生，在你这里，我就是个透明人，耍我，很好玩吗？不是的，这就是答案。上一世，景和14年4月初9，贤妃造谣苏欣，霸凌苏欣，务必阻止。景和17年5月初8，苏欣遇到皇上，务必阻止。这是上一世关键节点的时间线。不错，我本打算在每一条时间线上做一些改变，可是你重生了，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。这支金钗，在上一世你初登贵人之位时，我亲自去琉璃厂烧制的，也是我为你簪上的第一支钗。所以，这一世你又做了一个。那时，我在想，等我所有的事宜完成之后，在大婚之日，我便亲手为你簪上。前几天，我看到这个金钗怒火攻心，没认出来。不对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周家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加可怕。在上一世，你我都未曾察觉，周家在暗中通敌。那皇上知道吗？
这就是更可怕的事情。皇上明知道，却隐忍不发，就是为了等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，清除异党。你觉得会放过我们吗？对他来说，皇家颜面更重要。他有顾虑，我们就一定能找到破绽。不行，我一旦行差踏错，我们将粉身碎骨。我不愿连累你，我只希望你活着。上一世，我曾许下过承诺，你护了我一辈子，爱了我一辈子，下辈子换我来护着你。那我们就一起逃出这个难以分辨是非的地方。你魏家被周丞相所害，这灭门之仇不能不报。周狗倒台是早晚的事，这仇我不报了。我偏要报。我要你安心的和我在一起，再无其他。兵都公，我们在丞相府的书房发现了他私通藩邦的信件。周丞相竟敢把京城的布防图交给嫡国！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想与您商量。朕也有一事要与你商量。朕先说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苏妃温公茂著，端赖柔嘉，封为皇后，统领6宫，于3日后行立后大典，钦此。几天不进宫里见我，连宫里的规矩都忘了。娘娘，这是大喜呀，您赶紧谢恩呐。臣妾，您这不是在与臣妾商量？朕当然不是跟你商量。臣妾请皇上三思。是。即便朕给你皇后之位，让你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子，你还是要选择魏从谏那个太监吗？后位是臣妾曾经最想登上的位置，可如今在臣妾心中，有比后位和权力更重要的东西。苏心，你想抗旨吗？皇上您瞧，您到现在都还在要挟臣妾，可他从来不会。可朕是皇帝啊，这天下都是朕的。我知道皇上最看重皇家的颜面，可臣妾寸功未立，皆有秽乱之嫌，无贤良淑德之名。皇上封我为后，如何堵天下悠悠众口？朕已经帮你想好了，3日之后的大典，我会让魏从诫去查办周丞相通敌的铁证，到时候会把功劳都算在你头上，昭告天下，名正言顺。皇上此意已决，臣妾无话可说。3日后，大典如期举行，爱妃莫有误了吉时。3日后，我会送皇上一份大礼。装疯好玩吗？这根凤钗为皇后可用，我即将登临你最想登上的皇后之位，我将母仪天下，也会永远将你踩在脚下。贱人，你和魏从诫有私情，骗得皇上团团转，害我落得这般境地。皇上知情，却执意封我为后，你觉得你斗得过我吗？我要杀了你！这些是周丞相通敌的信件，不日我会呈到皇上手里。你觉得皇上会怎么做？现在能救你的只有我，我不但能救你，还能助你登上皇后之位，如何？你打算让我怎么做？诸位爱卿，就不想问问皇后是谁？皇上亲选的皇后必然是德容兼备，母仪天下。没错，皇上亲选，要么是名门之后，要么是将相之家。朕要选后，自然是万里挑一。她虽并非勋贵之家，也有过无心之举，但她为朕、为天下办了一件大事。大事？
是啊，这快看看！诸位爱卿，这都看看吧。啊，这是通敌叛国呀！没想到丞相居然做出此等之事，这可是大逆不道之举呀！丞相怎敢把皇城城防图呈给藩邦？可曾想过后果？这些都是丞相的亲笔书信，丞相通敌叛国。来人，与丞相府抄家，查清等等，扼杀勿论。皇上，这是要与我撕破脸。既如此，我就让你们风不成后。都进来吧！人呢？朕呢？别喊了，你的人早就被都尉司给解决了，滔天大罪，斩你是理所应当。你辜负的何止是皇上，还有这城中的万千子民。臣恳请皇上下旨严惩丞相。恳请皇上下旨严惩丞相。诸位爱卿都只看见丞相之位，却忘了今日的要事。这旷世的举止，我这妃到底配不配为后？怎么是你？如你爹爹对你一样，大义灭亲，明哲保身。你是说，让我在皇上面前揭发你和魏从诫的私情，还让我告发我父亲？对，只有这样，皇上才没有理由杀你，我和魏从诫才能有机会离开。你不打算当皇后？皇后之位不过如此，还不如和心爱之人厮守来的畅快。只有这样，才是真正的我自己。那你如何助我登上皇后之位？那是我的事情。记住，3日之后的立后大典，是你唯一的机会。皇后娘娘千岁！皇后娘娘千岁！如月，怎么是你？指证丞相的居然是他的亲生女韵妃，真是大义灭亲！皇上，韵妃功德无量，堪登后位。混账！这样立的后是苏妃。皇上，臣妾不但要告发生父，还要告发魏从诫和苏欣的私情。魏从诫根本就不是太监，苏欣根本不配为皇后呀！什么？魏千岁是假太监，他居然和苏妃苟合，这简直是天大的丑闻呐！荒唐，太荒唐了！就我传出去，皇家颜面何在？皇上，这些话都是臣妾父亲教臣妾说的。我什么时候叫你说过这些话？将丞相押下去，即刻处死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既然是丞相的污秽之词，卫青自然不必自证。朕意已决，要立苏欣为后。来人，请苏欣大典继续。皇上，老臣以为苏妃娘娘不宜母仪天下。今日满朝文武、后宫嫔妃俱在，娘娘深陷于宦官对食、私情的丑闻之中。一旦传扬出去，皇上的颜面就要被娘娘丢尽了。是啊，不管丞相诬陷是真是假，皇上若执意立苏妃为后，只怕传到民间自有说法呀。那爱卿也没如何？难道要朕杀光今日在场之人，以正皇家威仪吗？皇上，荆州丞相之女大义灭亲告发奸佞，荡清寰宇，为皇上立此大功。皇上也早已许她为皇后之位，若朝令夕改，废后另立恐失信于天下。此言不差，请皇上三思。这是要逼宫。若朕执意要封苏欣为后呢？皇上，臣妾丑闻缠身，不敢舔去后位，更无颜侍奉于皇上，求皇上贬臣妾为庶人，以保全皇上的颜面。奴才也恳请皇上将奴才贬出宫廷。若奴才还在皇上身边侍奉，亦是损伤皇上的清誉。皇上英明。罢了，既然所有人都认为你们不适合留在宫廷，
那朕就成全你们两个。多谢皇上。多谢皇上。周如玉，你以为我放过你了吗？不管谁当了皇后，都逃不过皇上的猜忌和那杯正气。苏心，这一世朕应该比他强了吧？你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走在这条路上了。那我们就玩点更刺激的。